Hello，大家好，我是凯莉。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聊聊关于爱自己的这个议题。那其实，在对于这个议题上面，我也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个部分。它很直观的就有提到的是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认知、审美、自我实现和超越需求。我觉得它其实就已经概括了所有关于爱自己的重点。那我自己的话会把它简单分为是3大类。第一类的话就是生理需求，第二类是心理需求，第3类的话是外在安全的部分。第一个生理需求其实很直观的就是好好的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因为你自己的身体只有身体健康好了之后，你才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活力去体验这个世界。这个部分的话，我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做身体检查，了解自己的身体有哪些指标是需要留意的，然后也可以多去看一些医学方面的文章，去多了解一些健康知识。那最基本的就是早睡早起，不熬夜，然后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等等的。尽量的去控制自己，避免吃垃圾食物，或者是避免不健康的作息。第二个心理需求的话呢，其实主要就是在说多重视你自己的感受，把自己的感受摆在第一位。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如果把自己的感受摆在第一位的话，这样会不会显得过于的自私？但我必须说的是，与其奢求别人会重视你的感受，还不如你先重视你自己的感受，尝试不要去批评你自己，或者是不要对于自己的情绪过于的严格。不想做的事情呢，先了解自己不想做的原因，再想办法去解决。学会去理解你自己，然后安抚自己，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像闹脾气的小孩一样随便敷衍了事。而是尝试去理解背后会有这个原因的逻辑是什么。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比较拖延症的人，那你可能就需要去了解你拖延的背后是什么原因。例如你太累了，或者是例如你觉得这件事情它可能让你觉得你需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做，然后你会有压力等等的。那再来就是你需要去了解，去制划一个计划，比如说你可以重新规划一下，制定这个计划，你把这个计划分成是各种很小很小的小碎片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再给自己一个奖励机制，比如说做完了这件事情，你会让你自己去做一件你很开心的事情，你很期待的事情。就是像这样子的方式去处理你自己的一些比较不管是正面负面的情绪也好，就是去理解你自己，然后去梳理这些情绪，去安抚自己，照顾自己。重视你自己的情绪，就像你希望别人也能重视你情绪一样。第3个是外在安全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会把它分为是物质环境的安全跟人际关系的安全。先说物质环境的安全。以物质环境来说，你住的地方能不能让你感觉到放松快乐，这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所以如果假设是你住家的话，你可能就会需要定期的去进行一些优化，例如说定期的去整理你的房间、你的衣柜，然后定期的去更换维修一些设备，然后也可以定期的去换一些不同的室内风格等等的。工作环境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会很长时间的待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像是你的办公桌，你可以把它美化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开心的样子，或者是你会在工作的环境附近找一个你喜欢的角落、喜欢的地方，休息的时间你可以去那边多坐坐、多走走等等的。比较复杂的可能是人际关系这个部分。人际关系其实就包含了你的家人、朋友、伴侣、亲戚、同事、同学、上司、老师等等的。一旦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出现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你需要第一件事情先厘清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是从何而来，对方给了你什么样子的行为或者是反应让你觉得不舒服。再来，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是短期还是长期的。一般无论什么样子的情况，只要你的心里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我都会先建议你远离这个人，跟对方拉开距离。
如果物理的距离没有办法被远离的话，那可能就是减少说话接触的机会，看你对对方感觉到不舒服的程度来决定怎么样子的处理。那当然你也可以对外求助，就是跟身边也认识这个人的人说，那你们可以一起讨论怎么样子去解决这个问题。以我身边的例子来说，我有朋友的女同事，她是长期被主管情绪勒索跟性骚扰的部分，那她采取的举动就是她不断的在忍耐对方，导致对方对她的得寸进尺。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会觉得她需要帮自己设立更高的一个保护机制，例如说对方在什么样子的行为了之后，她就应该要立马的去采取比如说保护自己，直接跟对方摊牌讲的行为，或者是说直接跟身边的人求助，或是果断的离开这个环境。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也曾经经历过在学校长期被霸凌的生活，包含是语言上的霸凌，或者是行为上的霸凌。那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也尝试过跟学校的师长做求助，但是求助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后来也有果断的想过我想要转学的这件事情。不过因为那个当下我在学校其实也有不少的朋友，他们都陪伴着我，鼓励着我，所以我判断了之后，我觉得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陪伴我，我是可以度过的。我就后来也一直这样子待到了毕业。但是我的情况其实并不适用于任何一个人，你必须要依照你自己的难受程度去制定你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不要害怕，也不要忍耐，不要觉得你离开是逃避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反而有的时候你离开那个环境会是更好的一个解决方式，更成熟的一个解决方式，因为这代表了你爱自己，你重视自己，所以你保护你自己。其实对于家人的话，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像这样子的情绪勒索、煤气灯效应，或者是批评贬低的行为。你的家人有时候也很可能会无意识的对你进行一些心理上的攻击，例如他们可能会说你不够好，你不够努力，不够成熟，不讨人喜欢等等的。但是请你务必要意识到一件事情是，这个世界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可以定义你。最合理的原因是因为你比任何人都懂你自己。如果是身边的家人的话，我会首先建议可以物理远离的话就物理远离，但是如果不行的话，我会一样，就是你可能减少跟这个家人的见面频率，或者是说话频率、碰面的频率等等的。例如我自己也曾经被其中某个家人说过我不是一个讨喜的人，那这个当下的话，我也会先去问其他的家人，或者是问我身边的朋友等等的，去多方的比较对比，结果是我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然后再用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理解去判断我本来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人，比较理性的去分析他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其实是他自己的认知。总之结论是，对你态度负面的人有千百万种不喜欢你的理由，但这并不妨碍你可以找到千百万种喜欢你自己的理由。总结上面的3个点呢，就是生理需求、心理需求跟外在安全这3个点。如果说要我说一个最好理解的视角，就是你把你自己当做一个小孩，那你现在最大的唯一的任务，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小孩。你需要去照顾他，理解他所有的需求，需要去保护他，需要去爱惜他。不管这个世界对他是善意还是恶意的，不管他身边的人是喜欢他，是讨厌他，是攻击他等等的都好，你都必须要坚定不移的好好照顾他，对待他，好好的爱他。我认为这就是爱自己最好的一个视角。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那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是有帮助的。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经历或者任何的想法想要分享，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区做分享的部分。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跟自己好好的相处，学到怎么样爱自己的方式，好好的对待自己，照顾自己。那就这样吧，谢谢，拜拜。